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大火腿，但是现在快递已经停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我研究一下，这玩意应该也不难做，所以我买了9条猪后腿，我想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要是行的话，就当囤年货了。这玩意要是想做出那种拉丝的状态，首先得把猪腿上的瘦肉挑出来切块，完了还得手动剃筋膜。这200多斤猪肉切得昏天暗地的，给我哥和我外甥干都双目失神了。不过给这些肉抓上劲儿才是最变态的，因为这肉它越抓越黏，就越得越吃劲儿。那抓肉时候给我心率都干到140了，我手环都开始提示我了。他说生命很可贵，健身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后来灌肠的时候，算彻底把我最后一口气耗尽了，因为切的时候为了吃得爽，那肉块切的都大，完了还没舍得买工厂用的那种灌肠器。这些火腿都是我一个一个拿肚子给怼出来的，那给那灌肠器都干爆了。关键我们几个跟小可爱似的，刚开始不知道这个玻璃纸肠衣得用水泡，后来还因为漏气返工了100多根。那怼完之后都快给我练成铁肚子了，我甚至一度产生过一丝担心，我说会不会干完这些活之后，我这整个肚子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肚脐眼。这火腿灌完了得风干一下才能煮，这会儿正好没啥事儿，就试着在德物买的新衣服。这不快过年了吗？买了几件龙行大运，寻思走字儿。现在新年新人福利，前100单只需要39。要是点评论区置顶打个得物啊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，买着呢更便宜，而且物流特别快，都是品牌包邮直发，很多都是次日达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些火腿煮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香了，但是后来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烤鸭炉熏呢，它不太好控温，熏完之后要不是火轻了没熟，要不就直接给烤成黑猪火腿。关键反复试了几炉之后也没什么起色，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去找了个红厂上班去了。我跟那老板商量的是，我们免费给他干3天活，然后下班之后他那个熏炉借我们熏火腿用，这一炉最少得熏5个小时，完了还得看着温度添果木。我那几天甚至找着一点大厂996的感觉。不过这玩意儿折腾是折腾，但做出来是真好吃。它是纯肉的咸香里边夹杂着一些烟熏的果木香，尤其是刚熏完掰开的这一下子，我感觉把我命搭理都值了。现在这一根火腿正好1斤重，就这么拿着啃着吃，实在太爽。然后要是不想吃的这么糙的话，还可以切片做成那种零食装，这半夜饿了来2片火腿，再开一罐冰镇饮料，我的天！我心说这做的哪还是火腿呀？这不是我过年熬夜的底气吗？我最近特别想吃牛板筋，但是在超市那一小包就卖20-30，完了没多少肉，所以我买了300斤生板筋。我打算在家做点实惠装的，这样以后每次吃着能过瘾一点。然后为了快点把这些玩意儿都炖熟，我们把家里所有高压锅都用上了，但是这么多锅一起用实在太热了，那屋里都烧到50度了，给我热的直中暑。真的，就后来煮完所有东西到能开门的那一刻呀，我都感觉我上天堂了。不过炖板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挨着什么累，但后来切板筋真是要了命了。因为牛板筋这东西要想切大片就只能斜着切，那斜着切东西本来就使不上劲儿，完了这玩意儿丝溜滑的，那切不了几根手就开始抽抽了。然后我们就寻思不行就撕丝儿吧，没想到撕丝儿更痛苦，因为这玩意儿太硬了，我们很难给它开开缝，就只能靠2个手指头捏着给它撕开。后来都给我干崩溃了，以至于我们切完所有板筋之后，我脑里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又捡条命啊！把这些板筋都处理好了，我们必须得好好歇一会儿了。正好年底了，给大家发个礼盒，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双蛋好礼季买的良品铺零食，9款零食，甜咸香辣，开胃又解馋，朋友聚会新年送礼都不错。现在左滑进抖音商城或者点评论区就能下单，超值超多跨年年货都是全网超低价，一键立减秒下单，走心好物随心选，你们也去看看吧。后来我们还调了一个巨好吃的拌料，这料是我们尝了市面上 N 多种牛板筋之后才总结出来的配方。因为以我多年吃牛板筋的经验来说，吃板筋其实就是嚼料香，尤其是这回从头做了一次，我算彻底明白了，就牛板筋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没有什么肉香，这要说不考虑料光啧吧牛板筋的话，那跟嚼个老真皮裤腰带没有任何区别。最后拌的时候为了能吃得更香，我又放了好多料和芝麻，这板筋拌完之后都好吃麻了。它现在是香辣里边还带点甜味和蒜香味，而且越嚼越有滋味，尤其是这种大片的，这肉嘟嘟的吃的实在太过瘾了。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当零食吃，要是再放点香菜和洋葱丝儿，它还能做成一盘直接上桌的凉菜。不过这玩意儿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塞牙了。我是发现了牛板筋这东西它特别认家，就是不管我是怎么吃进去的，它到最后一定能在我嘴里找到一处属于他自己的牙缝。我最近特别想吃麻辣火锅，然后平时我还爱看炒火锅底料的视频，那大锅下料感觉特别爽，所以我买了400斤调料和800斤牛肥油。我打算用前2天买的那个1.4米大铁锅在家做一次试试，看看是不是也这么过瘾。但是炒料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做，这里边处理干辣椒是最痛苦的，因为
那实在太呛了，我当时咳嗽的痱子都要出来了，就感觉咳一下全身都在共振。真的，就处理辣椒的那天里啊，我们家楼道的声控灯我们给磕成常亮的了。所以后来熬牛油的时候，我们就拿到院里去熬去了。零下20多度的天，熬这玩意儿差点没给手指头冻掉了。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，就是这准备工作多到根本就干不完。就是每当我觉得下一秒可以炒料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其实还有事儿是没准备好的。等我们准备好所有东西的时候，已经是第4天早晨了。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我发现有些钱呢，他就活该让别人挣去。后来就到了我最愿意看的化牛油的环节了，但这玩意儿不快进根本就看不了，因为它真的巨慢，所以化油的时候没啥意思，我们就下楼打水仗去了。但是打得太激烈了，再加上这几天在外面冻的时间有点长，回家这顿打喷嚏啊，我估计肯定是嘚瑟感冒了。完了，我们赶紧喝了点999感冒灵，这喝完算是暖和多了，要不这大冷天真是扛不住啊。但是后来炸料油的时候，我发现水汽特别大，要是这么炒料就很容易糊底，所以我们又把这大锅给搬屋去了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我宁可在屋里炒呛死，也不能让这锅料有一点糊的风险，因为我是不太接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个事儿的。要是现在跟我说让我忘掉前3天遭的罪，重新做选择的话，那还不如直接让我死去呢。不过后来炒料的时候还是挺爽的，尤其是一样一样往里下东西的时候，看着可太解压了。但炒起来也非常累，这一锅炒了4个半小时，就一直在不停的搅，都给我干虚脱了。不过有机会能这么炒一次火锅底料，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。虽然这活我们整整干了5天，然后做好了就都打包给身边朋友分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底料比我在火锅店吃的还香。尤其是这大冷天能在家吃上一顿冒着热气的麻辣火锅，这也太舒服了。但是这么折腾完一次之后，这房子也算彻底腌出味儿了。我估计这味儿要想完全散尽啊，最少也得3年。我最近特别想吃那种可以即食的鱼豆腐，但是市面上卖的里边基本都没有什么鱼肉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东星斑。我打算做点100%纯鱼肉的鱼豆腐小零食，看看吃起来是什么感受。然后按照去年我们做鱼丸的经验，这鱼肉切完了得先用小勺刮成鱼蓉才行。但是这东星斑处理起来可比去年的虎斑麻烦多了，因为这玩意儿它贵呀，我们抠这鱼肉比抠家里那卫生死角还卖力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们抠完的鱼骨那院里的野猫都不惜正眼瞅一眼，你就说这活干得多仔细吧。然后刮好的鱼肉还得用小锤给它锤成肉泥，但这不是最麻烦的，最要命的是得在这些鱼泥里边挑鱼筋，这玩意儿要是挑不干净，那鱼豆腐吃的容易塞牙呀。这点玩意儿我们整整挑了1天，那眼珠都对不上焦了。后来，然后这鱼泥简单调的味儿就可以进行摔打了。这活干的是最费人的，它就跟那手打牛玩似的，必须得锤到这种立牌不倒的状态才行。摔这玩意儿都快给我摔脱臼了，我就说这一天呢，眼珠见瞎，胳膊肌无力了，这要再多做点，都没给我上半身干瘫痪了。后来实在太累了，就让我弟去买了几杯星巴克回来，喝杯咖啡歇一会儿。他是蚂蚁财富黑卡用户，现在上支付宝抽财富黑卡，有机会领财富黑卡特权，每日1杯星巴克，全年1200元油卡，还有 DFS 全球免税店大额满减，还能体验专属财富管家服务呢。就喝完了咖啡，我也跟人领一张。然后这鱼豆腐蒸完之后特别紧实，就这么捶都捶不碎，所以它吃的时候口感也特别有嚼劲。但是这种原味的鱼豆腐放凉了当零食吃可能会有点腥，所以我打算先卤后烤，给它做成炭烤鱼豆腐。就光调这个卤汤我们就老下功夫了，我们是用鱼骨熬的鱼汤作为原汤干的，能不能增鲜不知道，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原汤化原食。然后烤的时候我还刷了一层秘制小红油，这烤完了之后外皮是焦脆的，里边鱼肉是像那种肉丸一样可以弹牙的爽脆，口感特别丰富，而且真的巨香，因为鱼肉本来就鲜，然后卤汤和红油的香辣也烤入味了，这一口下去满嘴留香。但是算下来就是成本有点高，这一块鱼豆腐成本都要合到12块钱了。我本来是想着等过年打麻将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着吃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要是不给我点个3家闭门大炮，那袋儿我都不舍得拿着给他们舔一口。